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赵吕梦为爱私奔，却只是她的一厢情愿。当亲眼望着男友和一个女人从酒店的房间里出来，忘乎所以在走廊亲吻的画面，让她直接呆立在原地了。喂，你在哪？她在拐角处拨通男友的电话。梦梦，我在给你挑礼物，马上就回家了，等我。挂断了电话，男友穆景凡深情望一眼怀里女人，等我拿到钱就回来找你。景凡，不许你亲她、抱她，更不许对她做亲热的事，不然我就跟你分手。穆景凡在强吻女人后，才一本正经地说：你这么美，又这么娇艳，我哪舍得碰一下别人，乖乖等我。在安抚好女人后，他就匆匆走出酒店，往一旁的出租车走去了。回到出租房，穆景凡敲了许久门，才看到从外面回来的赵丽梦，有些焦急地握住他的小手。梦梦，你到哪去了？这么久不开门，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。我去外面透口气，顺便去银行一趟。你去提钱了？他一脸兴奋地问。赵丽梦点点头，我只提了1万，买房子交定金应该够了吧？进屋说。两人进屋了，穆景凡想要抱一下他，却被他巧妙躲开。晚饭吃什么？我现在就去做。梦梦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，能让我抱一下吗？他眼神灼灼地盯着他若隐若现的领口，猛咽下口水，伸手想要将他抱在怀里。这一次，赵丽梦没有躲开，冷漠地任由他抱自己，但当嗅到浓郁香水味时，就一把推开了穆景凡，去一旁洗手间狂吐起来。见状，穆景凡关切地来到他身后，温柔拍着后背。梦梦，你没事吧？要不我送你去医院？没事，昨晚可能吃坏肚子了。穆景凡，我从家里跟你私奔出来，你真的爱我吗？他挤出笑地问。梦梦，如果不爱你，我怎会跟你谈1年恋爱，从不跟你提过分要求？这不正是说明我爱你，尊重你？赵丽梦感动得眼泪婆娑。景凡，今晚吃完晚饭，你就住在这里吧。真的？他压抑心里的激动，假装淡定地问。他点头。你都要给我买房子了，我还有啥不能给你的？景凡，我这么信任你，你要是骗我感情……他故意欲言又止了。穆景凡发誓地举起手。梦梦，如果我背叛你，就让我这辈子孤独终老，遇到的每个女人都会背叛我，甩了我。你先喝口水，我去做晚饭。赵丽梦趁着他去洗手间，翻看了穆景凡的手机，因为怕打草惊蛇，他看过后又将手机放回原位。当穆景凡出来时，他已经慢条斯理地在厨房切菜了。饭菜做好后，赵丽梦特意为两人倒了酒，笑着举起红酒杯。景凡，我敬你一杯，为我们未来美好的生活。梦梦，你真的要把最宝贵的给我？我这么爱你，其实可以等到结婚的那一天的。他假装深情地说。景凡，我为了跟你在一起，把家里给定的婚事都抛下，我已经把后路切断，除了爱惨你，我没有别的好解释。穆景凡激动地握住他小手。梦梦，我也好爱你。他低头吻上他的手背，眼神炙热地想要拥他入怀，却被赵丽梦笑着拦住。景凡，先喝一杯酒吧，就当助兴。好啊。穆景凡没有迟疑的，一口把红酒喝光。
而赵丽梦只象征性的微抿一下。景凡，好事成双，我再敬你一杯。梦梦，他想要凑过来吻赵丽梦，却被他巧妙地躲开，为两人又倒满红酒，才风情万种的一笑。景凡，好戏不怕晚，更何况是我的第一次，你总要顾及我的感受，不然我会紧张的。好，我陪你再喝一杯。穆景凡又乖乖喝完一杯酒，才贪婪地盯着他。梦梦，家里这么热，你去换一件凉爽的衣服，这是我刚给你买的新裙子，你去试试呗。好啊。赵丽梦拿着新裙子就走进了卧室，故意的没有关卧室门，惹得穆景凡心里痒痒的，瞄着不往卧室走。可他哪里想到，刚走进卧室就被一棍子敲晕了，而且给他喝的红酒里还被掺了安眠的药，估计没个几个小时，穆景凡是不会醒的。赵丽梦踹一脚已经晕倒的人，在确定他没反应后，用从超市买来的绳子将他五花大绑起来，才终于长吁一口气。他接着拿出穆景凡的手机，将他偷偷挪用公款的证据直接发给公司领导。估计有了这些东西，穆景凡的工作指定保不住，甚至他还要在牢里待上几年。做完这一切，赵丽梦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就拨通穆景凡情人的电话。喂，是林娇吗？穆景凡晕倒了，你赶紧来出租房吧。你不等林娇说话，赵丽梦就匆匆挂了电话，将她的手机丢回房里，就匆匆关门走人了。她坐上一辆出租车，消失在黑漆漆的雨夜里了。赵丽梦终于坐上回家的火车，望着窗外天空的雨堵白，她苦涩一笑，想不到自己唯一为爱努力一次，却是遇到渣男了。幸好闺蜜告诉她实情，不然若是稀里糊涂地跟了穆景凡，这辈子就毁了。刚下火车，她就接到穆景凡的电话，被他骂了许久，赵丽梦才淡然地来一句：穆景凡，你想着找我报仇，估计没机会了。我已经把你挪用公款的事告诉你们老板了，你还是想想一会儿怎么跟老板解释吧。你，赵丽梦，我这么爱你，你竟然给我吃安眠药，还向公司高发我，你到底要干嘛？穆景凡显然已经被气疯了，而电话对面的赵丽梦释然的一笑：你背叛我们的感情，我就想毁掉你，这很好理解呀。说完，他直接关掉手机，想要开锁进家门，却被老妈先打开门了，意外地扫他一眼：梦梦，你留的那封信险些把我和你爸气死，放着事业有成的男人不嫁，非要跟一个我们都看不上的人，你是咋想的？妈，我错了，以后不会再胡思乱想了。先跟我进来。跟着母亲走进卧室，关上门，母亲才叹口气地说：梦梦，你突然回来，到底发生啥事了？我和穆景凡分手了。那就乖乖待在家里，趁着盛家还不知情，等年后就嫁过去。妈，我已经跟盛衍成说了，要跟他取消婚事，所以你说的恐怕行不通了。不过我可以自己找工作，自食其力，不需要非要嫁人才能生活。他释然的一笑，可母亲深深叹口气了：梦梦，你恐怕还不知道吧？你爸的生意出现危机，就想靠着盛家，能够在生意上多帮忙，让他度过这个寒冬。你现在取消婚事，是想让咱家陷入绝境啊！才刚回家，赵丽梦就如同晴天霹雳，让她久久才回过神来。妈，我会努力试一下，
挽回盛大哥的。梦梦，你也不要太勉强，大不了我们搬出别墅，及时止损，关掉公司，倒也能维持平常的生活。母亲低声安慰着，也是不想自己女儿为了家里的生意而搭上自己的幸福。毕竟钱不是万能的，一切得失都不如女儿来的重要。妈，我出去一趟才想明白，其实父母的安排或许是最好的。你能这样想就最好了。梦梦，你爸还在气头上，一会儿等他回来，你要记得少说话。赵丽梦笑着点头，妈，还是你最好了。她笑着一头扑进母亲怀里，许久的委屈在这一刻终于释放出来，哭出来才真的释然了。几天后，赵丽梦听爸妈说盛衍成这几天要来这边出差，她想着碰运气见一下他。来到酒店后，她因为着急见盛衍成，就直接推门走进去，扫一眼正在洗澡的某人，吓得她忙闭上眼了。我在客厅等你。望着他脸红的模样，盛衍成抿嘴一笑，关上浴室门，继续洗澡了。等他再出来时，已经换了一身休闲装，慵懒而帅气，十分的养眼。赵丽梦还是第一次见他，又遇到刚才的乌龙，让他脸颊微微烫了。盛大哥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你来找我，有事？他微抿一口咖啡，翘着二郎腿，整个人十分随意，与赵丽梦相比，显得更稳重大气了。盛大哥，我想结婚了。然后呢？咱俩是儿时的婚约，你要是没意见，我们可以提前结婚吗？他脸红地问。盛衍成微皱眉头，据我所知，你前几天才给我打过电话，说为了爱的人要取消婚事，出尔反尔，难道是我听错了？他苦笑地反问。现场的气氛有些凝重，两人沉默许久，才听盛衍成低声又说，我可以娶你，但你又能够我什么保证？盛大哥，我发誓会一心一意守住这份婚姻。他笑着轻身靠近赵丽梦，近在咫尺时，听到她紧张的心跳声，才轻笑地问，赵丽梦，外面的男人伤你心了？盛大哥，我遇到渣男了，不过好在我及时止损，你要是还愿意娶我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他温柔地凑近薄唇亲一下，主动解开上衣扣子，眼看就要一览无余时，盛衍成用抱枕挡在他身前，把衣服穿好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好。他羞得小脸通红，赶忙低头系好扣子，在整理好衣服后，跟着他出门了。两人来到一个高档珠宝店，盛衍成从许多钻戒里挑出3个来，望一眼他，喜欢里面的哪一个？都好。他微顿一下，把这3个都装起来，还有这一套珍珠首饰，帮我刷卡。盛大哥，我喜欢这个。盛衍成看他慌张的样子，安抚地握一下他小手，下次喜欢不喜欢都要讲出来，不然我就当你都喜欢了。这次就先听我的。说完，他凑近额头吻一下，而赵丽梦呆呆地立在原地，显得有些木讷。毕竟两人毫无接触，现在就这般亲密，或做是谁都会不自在。更何况自己刚刚逃婚回来，而他不计前嫌地对待自己，让赵丽梦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整个购物的过程，赵丽梦更像一个陪同者，而当盛衍成从店里出来，他才轻柔扯住衣角，盛大哥，你想骂就骂吧，你这么对我，倒让我浑身发毛了。
盛衍成微顿，才伸手摸一下他的长卷发。你想让我娶你，还这么没自信？赵丽梦，你觉得我会傻到为了讨好你而为难自己吗？当然不会。我们是父母定的商业联姻，虽然你家的生意遇到困难，但丝毫不影响我们结婚。只不过你之前的那些事，在公婆心中会有瑕疵，至于能不能让他们喜欢你，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他说的都是实话。赵丽梦肯定地点头，一脸紧张地迎上他眸子。盛大哥，我会努力做好一个儿媳妇，不惹公婆生气。赵丽梦，你嫁的是我，而不是你的公婆，你要记住一点，唯有我才能护你。说完，他就转身走进豪车里，将发呆的赵丽梦甩在身后了。他无奈地叹口气，都说女人脾气说变就变，这男人也没好到哪去，好像比他还要情绪化。看来以后的日子他不会太顺遂了。因为盛衍成的坚持，他们的婚礼如期举行。公婆虽有微词，但碍于儿子喜欢，也只能勉强接受这个曾为爱私奔的儿媳妇。直到婆婆拿到了一份检查报告，才终于对她有几分笑意。赵丽梦，你既然打算做盛家儿媳妇，就要谨慎本分。至于曾经的一些是何人，该忘的就忘，忘不掉的也不要让人看出来，否则就算你嫁给盛衍成了，早晚也会离开盛家。妈，我都听您的。衍成今晚喝多了，照顾好他。赵丽梦笑着点头，上楼走进卧室，却看到正在揉太阳穴的盛衍成。你没喝醉？我若不装一下，今晚就别想回来。我给你找醒酒药。他转身要走，竟被他扯住小手。赵丽梦，对不起。啊！他一时被整懵了。盛衍成借着醉意，慵懒地盯着他。我母亲逼你去医院做检查，是我没有拦住他，对不起了。那是啊，是我主动去做的检查，这样一来，他们放心了，我也可以堂堂正正地嫁进盛家。盛大哥，我们今晚怎么睡？他脸红地问。我睡次卧，你睡主卧室。赵丽梦，在你没有爱上我之前，我不会碰你。可是盛衍成用手捂住他的粉唇。我很累了，帮我冲一杯蜂蜜水。你先洗漱，我马上就给你拿上来。赵丽梦小跑着下楼了，而盛衍成望着她的背影，竟苦涩一笑了。想不到他也有今天，娶了媳妇，却不能拥着入睡。但他心里清楚，赵丽梦现在嫁给他，只为了他爸的生意，而非是爱。若没有爱的两个人就这么发生关系，他过不了这一关。既然娶了，就先养在身边，至于未来如何，那就看彼此的缘分了。毕竟爱情这回事是最高不可攀的了。2年后，赵丽梦刚到公司，就收到婆婆的电话，让她今晚务必回家一趟，有重要的事跟她讲。下班后，她买了婆婆最爱的点心，就开车回盛家老宅了。刚一进门，就看到婆婆从厨房出来，扫一眼，她脸色有些阴沉。过来坐吧。妈，这是我给你买的点心。你有心了。婆婆为两人倒了茶，才悠悠开口。丽梦，你是一个好儿媳，这2年你在盛家做的每一件事，妈都很满意。只是你们都结婚2年，至今没有一儿半女，妈就想问你一句，到底是你不能生，还是你不想生？还是衍成有啥问题？你尽管说出来，妈不会怪你。说到生孩子这事，赵丽梦脸红到耳根子了。妈，
是我的问题。你不用替衍成掩饰，我早就听说了，他这2年总是留恋外面的野花，你也是没出息，竟连自己男人都拴不住。婆婆毫不掩饰地数落她。妈，那都是谣言，其实衍成很洁身自好的。她一直维护自己的丈夫，不为别的，只觉得自己该这么做。婆婆脸色稍微缓和了。李梦，妈也是替你着急，毕竟你们结婚2年，若是再不生孩子，你如何在盛家待下去？妈，我知道你对我好。婆婆瞥一眼厨房的鸡汤，厨房里有我给你们熬的鸡汤，带回去喝吧，记得你们俩都要喝，这是妈唯一能帮你的，你可别不识好歹。赵丽梦拿着打包好的鸡汤，正要跟婆婆告别，就听她说：李梦，年底你要是再不怀孕，就主动跟衍成离婚吧，你很好，但我们盛家也不能因你而断了香火。一直就被婆婆看不惯，这会儿就更刻薄了。赵丽梦脸色泛白的一笑：妈，我知道了。李梦，别怪妈狠心，你之前就不想嫁给衍成，现在你们结婚2年，你一直不怀孕，让妈不禁怀疑，你心里还惦记旁人吗？妈，我没有。你也不要辩解了，最好证明自己的方式就是给盛家生个孩子，这样我就信你，你心里是爱着衍成的。赵丽梦从老宅出来，望一眼天边的红霞，无奈的一笑，试问2个一直分床睡的人，怎么会怀孕？看来她这一次势必要被赶出盛家了。回到家里，她把鸡汤放好，就开始准备晚饭的菜。等着把菜都炒好了，盛衍成却打来电话，说自己晚上有应酬，不能回家吃饭。那我等你回来。赵丽梦主动地说。电话那头微顿一下，她才低声说：你有事要找我？你先谈工作吧，我等你回家再说。那我先回家一趟。挂电话半小时，盛衍成就从外面回来，风尘仆仆，眼神还带着几分复杂，望一眼精心打扮的人儿。什么事？婆婆给我们熬的鸡汤，让咱俩都必须喝1碗。盛衍成扫一眼碗里的人参鸡汤，就为这事，我会跟他说清楚，以后不要管我们的私事。见他欲言又止的神色，盛衍成低头掐住他的尖下巴。赵丽梦，有话就说，总这么拿捏着你不累吗？我想要个孩子，你看哪天合适，我去你房里睡。他说完脸就又红又烫了。你想要孩子，还是为了留在盛家而想怀孩子？盛衍成轻身靠近，将他逼退到墙角，眼看2人就要贴在一起，赵丽梦用手撑住他的胸口，低声解释：衍成，你还要去应酬，少喝点酒。你在关心我，你是我丈夫，我应该关心你，只是你总是推开我们很难有个孩子。你真想生孩子？他笑着点点头。盛衍成弯腰将他抱起，径直朝卧室走去。当将他丢在床上时，他轻身将他要在身下，肆意的亲吻许久，才发现他一直在发抖，修长指尖抚过他额头。赵丽梦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见他想要起身，赵丽梦主动攀上他脖子，稍一用力，2人靠得更近了。突然来的亲昵让他胆大的亲吻薄唇，而盛衍成却猛地推开他。你想成为生育工具，那是你的事，可不要拉我一起。赵丽梦，哪怕你有一点心，我也不会如此抗拒，懂吗？你既然嫌弃我，
2年前何必还要娶我？他苦涩一笑。盛衍成冷漠地朝他一笑，我以为时间会让你懂得去爱一个人，结果是我奢望了。他丢下赵丽梦，摔门走出别墅了。这一夜，盛衍成没有回来，直到凌晨2点半才从外面回来。因为喝醉的缘故，他竟晕乎乎地走进主卧室，浑身疲惫地躺在床上，刚想闭眼睡一觉，却被突来的一只手抱住他的窄腰，粉唇凑近他主动的亲吻。赵丽梦拙劣的手段让他猛咽下口水，紧握住他不老实的手，低哑地问：赵丽梦，你在玩火？衍成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给我一个理由。赵丽梦认真地想一想，你有钱又帅气，我很为你倾心。你爱我吗？他咄咄逼人地问。这可把他问住，沉默不语，已经说明赵丽梦的态度或许有几分喜欢，但十分不多。盛衍成讥讽的一笑，为了豪门太太的身份，赵丽梦，你还真是豁得出去，滚回自己房间。他为难地迎上他眸子，可这是我的房间。那我走。别走。赵丽梦拉住他的手，却被生冷地扯开。盛衍成踉跄着走出卧室，径直朝浴室走了。结婚2年来，他已经习惯了冷水澡，见效快，还容易让他冷静下来，不至于被情绪掌控。隔天正好是周末，赵丽梦为了避免2人见了尴尬，早早就去了娘家。梦梦，瞧你脸色不好，是不是跟女婿吵架了？母亲递给他一个橘子，温声问。他摇头，但还是叹口气：妈，衍成不喜欢我，我们恐怕要离婚了。这2年，衍成一直在帮你爸经营公司，从亏损到慢慢盈利，现在又帮着你爸公司开分公司。若是他心里没你，至于这么费心思讨好你的家人？母亲想要一语惊醒梦中人，却不料惹得赵丽梦更迷糊了。我也觉得他对你们很上心，但就是对我兴致缺缺。或许我当年取消婚事这茬，让他一直耿耿于怀。梦梦，既然如此，你就要多主动一些。如果努力过后还是感动不了衍成，那再谈离婚也不迟。他沉默不语了。母亲温柔拍一下他的手背：梦梦，你跟妈说句实话，喜欢衍成吗？赵丽梦害羞地点点头。既然喜欢他，那就不要弄丢他，毕竟人这一辈子能够遇到喜欢的人不容易。知道了，妈。赵丽梦本想晚上留在娘家，跟母亲多待一晚，结果盛衍成一个电话，就让母亲把她往外推了。梦梦，既然衍成在公司加班，你就去给他送饭吧。我做了他爱吃的糖醋排骨、辣子鸡，还有刚蒸好的米饭，趁热给他送过去。那行，我现在就给他送过去。妈，那我下周再来陪你。路上注意安全。赵丽梦开车去了盛世企业，提着打包盒缓缓进电梯，就听旁边站的女孩在跟她同伴窃窃私语。我刚才去送咖啡，看到咱们盛总正跟甲方的韩总在办公室卿卿我我，就差报一起啃了。你说也是奇怪，公司上下都传得沸沸扬扬，盛太太竟一点不闹腾。看来嫁进豪门的女人可不是一般的能忍。另一个女孩在替赵丽梦抱不平，而正主却当没听到的，望向一旁的玻璃，透过玻璃看向外面，南城的夜景真美，他此刻的心却是酸的。门是半掩的，赵丽梦站在门外，
就看到一个女人已经要贴在盛衍成的身上，正要凑近偷亲，却被他巧妙躲开，轻咳一声才说：“韩家墨，工作谈完，你该走了。可我想跟你多待一会儿，衍成，我都追你2年了，你就不能对我笑笑？你不会真的不会笑吧？”我只对一个人笑。是谁？除了我，谁还敢追你？韩家墨借着拿茶杯凑近他脸前，想要用指尖抚过他的俊脸，却被盛衍成用胳膊推开。韩家墨，我已经结婚，你用错方向了。结婚怕啥？我又不是抢走你，只是多个女人爱你，你的太太又不吃亏，更何况我跟你合作这2年，你挣得盆满钵满，他首饰盒的钻石珠宝可有我一半的功劳。衍成，我这么爱你，你就答应我好吗？他委屈巴巴地求他，而盛衍成只是淡漠一笑，那得等我死心那天。衍成，我来给你送晚饭。赵丽梦推门走进来，而正是他的到来激起韩家墨的胜负心。衍成，这位是谁？从没听你提过。盛衍成故意话说一半，耐人寻味地盯着赵丽梦，却见她温柔地挨自己坐下。我是衍成的太太，赵丽梦。韩小姐，你比2年前成熟许多。言外之意是说她老了。韩家墨眉头一蹙，赵丽梦，你竟敢说我老？不要忘了，我可是甲方公司的总经理，我和衍成刚要签合同，你现在冒失的过来，就不怕丢了几千万的合同？赵丽梦小手摸上盛衍成的胸口，凑近在薄唇亲一下，才淡漠地说：“钱可以慢慢挣，老公可只有一个。韩小姐，像你这样的女强人，也喜欢抢别人老公吗？我就抢了，你能咋办？赵丽梦，不如你现在离婚，把衍成让给我，我或许给你一大笔钱，也好过你现在的处境。”盛衍成一副看戏的神色，既不赶人走，也不拉架，而对于赵丽梦的主动献殷勤，他也是照单全收。我和衍成很恩爱，有他万事足，我才不稀罕你手里的钱。韩小姐，你要是没别的事，能帮我们关门吗？衍成，你就看着他这么欺负我。盛衍成无奈一笑，我从来都是帮理不帮亲。韩家墨，关门又不费力气，何必计较？你们真是太过分了。韩家墨气到嘴唇发抖，最后看一眼2人，直接摔门走了。衍成，是妈让我来给你送饭，一起吃点。好啊。赵丽梦递给他一双筷子，2人不经意指尖碰到，他小脸一红地收回手，而这时的盛衍成竟轻身将他压在沙发靠背上。你刚才吻我？被他盯着问，赵丽梦紧张地猛咽下口水，才挤出笑地说：“衍成，我只是想帮你赶走莫名巧妙的女人。那你呢？”我不是有意搞坏你的工作，以韩家墨的性子，不会公报私仇的。盛衍成掐住他的尖下巴，凑在粉唇轻咬一下。离开时，赵丽梦的唇角渗出一丝血，微微刺痛，却让她脸颊一红了。妈让你来送饭，你可想来这里找我？我当然是想的，不过你和韩家墨之间是真的如外界传的那样，因为我的原因，你俩一直没能如愿。他紧张地问。盛衍成微顿一下，才凑在他耳边低沉地说：“赵丽梦，我娶的是你，竟连你也误会我，难道你真信外界说的，我是一个见人就爱的渣男？既然你不是，那你能跟我回家吗？”
不能。为什么？你既然承认我是你妻子，还不跟我睡一起，难道是你有隐疾？他涨红脸地追问。盛衍成俯身强吻上他的唇，肆意地亲了许久，才将快要窒息的人松开。你在玩火，我不介意在办公室里让你知道我是否有隐疾。嗨嗨，我先走了，你回家前提前告诉我一声，我帮你烧好洗澡水。一起吧，我不想耽误你工作，就先走了。赵丽梦很怂的拿着包包就逃了。望着他消失的背影，盛衍成嘴角一扬，他刚才脸红害羞的模样让他很满意。10点半，门口传来开门的声音。赵丽梦从卧室走出来，笑望着他，你回来了，我帮你准备的洗澡水。为了生孩子，赵丽梦，你果然更殷勤。你饿吗？我今早上做的盛宴海鲜，不如陪你喝一杯。他笑着问。好啊，我正好有点饿了。赵丽梦在盛衍成洗澡的时候，就把下酒菜准备好，还特意去卧室换一件性感的居家服，慵懒地坐在沙发里，笑盈盈地等着他。茶几旁，盛衍成坐他对面，端起红酒杯，微抿一大口，眼神淡漠地盯着他，说吧，想要咋喝？他喝一口红酒，才胆大地说，衍成，婆婆和我妈这边都在催我们要孩子。继续说。赵丽梦深吸一口，我想搬去你的卧室，这样一来，我们能更早实现长辈们的心愿。我若说不呢？他玩味的一笑。他又喝一大口红酒，才迎上他眸子地说，既然你不想跟我有孩子，而我也过不了婆婆这关，早晚都要离婚，那不如现在把手续办了，也好让你和韩家墨能正大光明在一起。赵丽梦说的是气话，也是这2年的委屈。听他提离婚，盛衍成轻身将他压在沙发里，眼神里的灼灼让赵丽梦紧张的后背一凉。衍成，你喝醉了？你就这么想逃走，还是你打心里从未想过要嫁给我？他眼里闪过一丝绝望。对不起，他话才说一半，就被盛衍成抵在怀里，强制地吻上粉唇，肆意的亲昵，让赵丽梦毫无可能躲开，只能被动地承受这一切。这是婚后2年来，他们第一次睡在一张床上，或许是被激怒的缘故，这一夜盛衍成所求无度，让赵丽梦吃尽了苦头。早翌日醒来，盛衍成凑近吻一下雪白的额头，眼神深邃地盯着赵丽梦，似乎怕她这一刻离开了。早，我去做早饭。正要起身，竟被他扯进怀里，深情地吻一下，才低沉地说，梦梦，你说想要个孩子。他脸红地点头。一次受孕的几率很小，不如你搬过来住。他羞红脸地低下头，那我晚上搬过来，现在去做早饭。我帮你。不用，他刚想拒绝，却被盛衍成又一次吻到快窒息。梦梦，别抗拒我，好吗？他的温柔让赵丽梦愣在原地，但还是点下头了。从这一刻开始，2人相敬如宾的生活总算是迈进一大步。而且从那晚之后，盛衍成就一度的想纠缠他，因为有堂而皇之的理由，赵丽梦也只能附和着他，2人的关系也渐渐变得温馨了。2个月后，盛衍成正在收拾衣服，赵丽梦犹豫着终是走进来，轻咳一声，才说，衍成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东西，注意保重身体。其实是婆婆给的保养品，
只为让他们早一点有孩子。一想到盛衍成尽心尽力2个月，依旧没让她怀孕，赵丽梦就心里堵得慌。难不成真像医生说的，有一些夫妻彼此都没有问题，但就是无法怀孕，如果分开各自成家了，或许就不治而愈了。可她竟有些舍不得盛衍成了。等我回来给你带礼物。我不需要礼物，你只要按时回来就好。盛衍成凑近吻上粉唇，才单手拉她入怀。梦梦，你要是舍不得我，可以请假跟我一起出差。我还有一个重要提案要做，真的走不开。盛衍成加大手上力度，将她抱得更紧了。我突然想当一个无用的男人了，这样就能长久守在家里，享受生活。这话让赵丽梦脸红耳热起来，忙将她行李箱关好。张司机已经在外面等着了。吻我。临走时，盛衍成低声凑近她说。拗不过去，赵丽梦只能踮起脚尖，再薄唇亲一下，才见他匆匆提着行李箱离开了。望着车子绝尘而去，他竟一秒失落，想着这些日子的朝夕相处，才分开就开始想他了。送走了盛衍成，赵丽梦就开始周而复始的生活，每天2点一线，虽有些无趣，但好在不用为生活奔波，有良好的生活品质，也是让她安于现状的根本。而这一切的美好，都是盛衍成给她的。不经意地想到她，让她又开始胡思乱想了。正在走神时，她竟接到婆婆的电话。梦梦，我刚才给衍成打电话，听他说感冒发烧了，你替我去外地看看他。那我现在就订机票。梦梦，不要怪妈多管闲事，我也是为你们好。赵丽梦淡然一笑，妈，我都知道。放下手机，她就从网上订好机票，简单收拾一下衣服，就提着行李箱出门去飞机场了。当天晚上，赵丽梦就出现在盛衍成出差的城市。望着灯红酒绿繁华的城市，容易让人迷失。她收紧一下领口，搭一辆出租车就赶往她出差的酒店了。请问盛先生住哪一间？我是他太太。赵丽梦问过前台，才提着行李箱往走廊尽头走去了。可她万万没想到，门里边竟是她不愿看到的一幕。盛衍成脸色泛红，强撑着几分力气，扫一眼对面的女人。刘梦妍，多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急躁。谈合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你没必要大晚上的赶过来。衍成，我是你前女友，来看望自己曾经恋人，自然是迫不及待。你不会以为我真想跟你谈工作吧？我们除了工作，没啥好说的。衍成，既然如此，咱俩就来点实际的。刘梦妍凑近他，近在咫尺时，想要攀上脖子吻他，却被盛衍成直接躲开。刘梦妍，你越界了。我只是在外面走了一遭，才猛然发现，你才是我最爱的男人。衍成，我们复合吧。我已婚了。结婚可以离婚，只要你还爱我，我们总能破除万难在一起。刘梦妍越说越激动，趁他身体虚弱，直接抱住了人，凑近想亲吻，却被一阵敲门声吵到，恼火地望一眼落地窗外，粉唇一笑地去开门。赵丽梦，既然你都看到了，打算什么时候成全我们？衍成，你在发烧，我送你去医院。赵丽梦抚上他额头，果真滚烫，想要拉着他起身，却被盛衍成扯进怀里，稳稳地坐在他腿上，
宠溺地吻上粉唇，才听她声音低哑地说：“梦梦，我想你了。”这话让刘梦妍气到炸肺。盛衍成，我还在这呢，你早该走了。我是你妈请过来的，你无权赶我走。刘梦妍气鼓鼓地说：“那是你们的事，与我无关。”盛衍成说完，低头靠在赵丽梦的肩上，见她失神，故意在梗子轻咬一下：“这么不专注，小心我罚你。”衍成，他还没走呢。不理他，我们继续。盛衍成凑近吻上粉唇，忘情地与他拥吻。这一幕彻底让刘梦妍看得绝望，只能无情地摔门走了。看来一时的错过，不珍惜，就是永远的失去。此时此刻，刘梦妍竟羡慕赵丽梦了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自己是拱手把盛衍成让给赵丽梦，而他竟后悔莫及了。在外地的第3天，赵丽梦一直在照顾盛衍成，因为是高烧不退，只能将他送进医院，衣不解带地在病床旁守着。今天总算是退烧了。衍成，公司有急事，我要赶回去了。可我还在生病。盛衍成委屈地盯着他，手也牢牢抓住他的小手，不舍得松开。我在家等你。撂下一句话，赵丽梦就匆匆先回家了。她是去公司一趟，交了辞职信，就开车回到婚房，将自己东西收拾好，才最后看一眼有2人美好回忆的卧室，深吸一口气，就苦笑着关门走了。或许这一次离开，他与盛衍成再难遇到，没有感情的婚姻终是败给了时间。妈，这是家里钥匙，现在都交给你了。梦梦，你真要跟衍成离婚？他笑着点头，既然不能改变，不如彼此分开。我不想因为我而让盛家断了香火。婆婆叹口气，才温柔拍一下她手背。梦梦，妈以前把话说重了，其实就算不能自然受孕，也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怀上孩子。看在衍成这么爱你的份上，再给他一个机会好吗？妈，是我不配拥有他，不是他的问题。赵丽梦最后抱一下婆婆，才笑着走出老宅。这一走，或许再回来时就是好多年后了。衍成，这是梦梦留下的离婚协议。将协议递给他，母亲轻拍一下他肩膀，才无奈起身。衍成，你们的事妈本不该插手，但梦梦是好女孩，如果可能，帮妈把她带回来。妈，我也舍不得她，不过子嗣的事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妈已经想通了，只要你们过得幸福，孩子的事妈不再纠结了。谢谢妈。从国内逃到国外，赵丽梦竟发现自己怀孕了。站在浴室里，望着手中的验孕棒，她竟惊呆在原地。还是一旁的闺蜜朱倩打破这份宁静。梦梦，你终于怀孕了，那还等什么？赶紧飞回国内，把离婚协议偷出来，就当之前的事从未发生。你和盛衍成还是最般配的夫妻。我都离开1个多月，而且离婚协议他已经托律师寄给我了，2人都在上面签字，只要去民政局走个程序，他们这婚就离了。如果一方在外地想要离婚，可以视频走这个程序，所以他们的婚离定了。还没走程序，你们就不算离婚。梦梦，你要是不好开口，我帮你给盛衍成打电话，毕竟当初分开也是他偷吃未遂，你现在又怀孕了，总不能就真的非离不可。赵丽梦安抚地朝闺蜜一下，朱倩，既然都闹到离婚这一步，
还是别节外生枝，就当怀孕的事不存在。行吧，这是你的决定，我也不好再多说。可是怀孕生子不是小事，你就不怕过后盛衍成知道了，会跟你兴师问罪？不怕，我远在国外，只要你不说，没人会知道的。好吧。既然劝不动闺蜜，朱倩只能由着赵丽梦。在之后的几个月，陪着她去产检，亲眼看到小家伙的慢慢成长。她这个当干妈的，承包了所有的事，让赵丽梦怀孕的这半年过得轻松又惬意，每天期待小生命的到来，心情都变美好了。某天晚上的酒会，赵丽梦挺着微隆的肚子，穿一袭晚礼服，在闺蜜的陪同下来到酒会现场。梦梦，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对了，我听说盛衍成回来，你可期待与他偶遇？朱倩八卦地问。我早就证实过了，他这次没有过来，好像是公司遇到困难。朱倩，你少吓我，啥事也瞒不了你。朱倩无奈一笑，优雅地离开。在靠窗的位子，盛衍成脸色冷漠地坐着，一个穿着娇艳的女人缓缓走近他，请问我可以坐下来吗？不等他回答，女人已经坐他对面，两人挨得很近，让盛衍成十分反感。我已婚，请你自重。我只是想敬你一杯，并没想拆散你的家庭。先生，来这参加酒会的都想放松一下，你太紧张了。女人微抿一口红酒，脚尖不经意地碰一下盛衍成的腿，却被他直接躲开。长这么丑，还学人家勾搭男人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这话让女人脸色一白。你说话这么刻薄，难怪没女人敢亲近你。梦梦，盛衍成看到是他，忙疾步走过去，情急地扯住她小手。你怀孕了。望着她微隆的肚子，丝毫掩饰不住的孕肚，盛衍成手上力度放轻，看她的眼神也变更柔了。我是女人，怀孕很正常。你呢？刚才那位是你女朋友还是妻子？他假装淡定地问。我不认识他。赵丽梦释然一笑。盛先生，听说在我们离婚后，你一直照顾我爸妈，谢谢啊。是我应该的，毕竟我们还是夫妻，照顾岳父岳母是我的责任。梦梦，半年未见，我很想你。他温柔地凑在粉唇亲一下，只是一吻，就让赵丽梦心都乱了。你寄来的离婚协议分明已经签字，我也跟律师沟通过，只要两人意见相同，离婚手续他能帮着办好。可你现在怀孕了，离婚是上个月的事。他还想据理力争，却被盛衍成温柔抱在怀里，凑近耳边低语地说：梦梦，离婚协议是真的，但我已经跟律师说过，除非我死，离婚协议才能有效。你竟敢算计我！他红着眼地说。盛衍成凑近吻掉他的眼泪。梦梦，我只是太爱你，你呢？可有过多我一丁点的心动？还是一直想着改嫁旁人？赵丽梦在他薄唇咬一下，血迹渗出了，他才笑着说：盛先生，明天我要去产检，你有时间吗？对你，我总有时间。面对他的深情脉脉，赵丽梦主动地攀上脖子，凑近薄唇亲一下，才指着伤口问：这里疼吗？不疼，是幸福的感觉，酸酸甜甜，让我回味无穷，也甘心沉沦。全剧中，